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This is Angel. 我现在已经在台湾了，这是我台湾的家。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在美国留学这8个月来，发现美国跟台湾的10大不同之处。那今天要讲的这10个部分呢，是比较像是有关生活习惯跟态度上面的不同。Okay, let's get started.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呢，在美国出门的时候，通常不会带非常多的现金。出门像吃饭啊，或是买东西，几乎都是用刷卡的。所以呢，我的钱包里面几乎没有多少现金。这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台湾通常出去吃饭啊、买东西都是直接用现金支付，除非是买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才用刷卡的。但是也是有例外啦，有些餐厅如果你消费低于比如说20块啊、10块以下，你就一定要用现金支付，所以身上还是要带点美金比较好。那讲到付钱方面呢，就会想到美国最可怕的税跟小费，就是 tax and tips。那在加州呢，税是9%，然后呢，像是出去吃饭的话，通常建议要给的小费是15%。那你可以想想看，9加15就已经20%了，就等于说你在吃饭的时候看到菜单上面是写10块，但是你最后付的钱可能是13或14块，真的是非常的可怕。但是你们也知道，我现在还是学生，所以呢，我通常 tips 都只给大概10%或是低于10%。可能之后就会看到我的脸被贴在餐厅门口拒绝进入。这就是第二个我想分享的不同，就是税跟小费。刚刚有讲到在餐厅吃饭要给小费，那第3个的话，我就是要分享一下美国的饮食。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多素食餐厅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住在加州的那一区，有非常多不同种族的人，那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像是日本啊、韩国，各种料理都有。但是呢，在外面吃饭真的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其实最省钱的方法就是自己买东西自己煮，而且美国餐厅食物的分量都非常的大，大概是台湾的大概1.5到2倍大，所以呢几乎一个人都是吃不完。但是我发现美国跟台湾餐厅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美国餐厅通常不会限制你一个人要点多少，或是有一定的低消，这样就比较好一点。因为如果有时候点1份太多的话，还可以跟朋友一起分着吃，不然一个人吃1份真的是超级大份，根本吃不完。第4个我要讲的是台湾跟美国交通上面的不同。台湾的交通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回来台湾之后真的完全忘记怎么过马路。在美国的时候，行人拥有最高的路权，所以呢，只要你在马路上，车子一定要让你过。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遵守交通规则，就是有 stop sign 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或是他远远看到你要过马路，他就会停下来让你过。那我觉得在台湾就是要用抢的，不管是车子或是行人。更可怕的是，因为台湾有非常多的摩托车，只要一不注意的话，他们可能就直接从你旁边冲过去，真的超级可怕。所以我觉得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刚过马路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快被撞了，超级可怕。那刚刚讲到交通的部分，第5个我要分享的是美国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呢，贵重物品不会放在车子里，因为在美国有些治安比较不好的地方呢，可能会出现很多砸车的行为。不管你是把东西放在前座、后座或是行李箱里面，都有可能会被偷。所以在美国啊，下车的时候都会把自己随身的物品携带着，绝对不会放在车上。其实本来就应该把自己随身贵重的物品携带着，但是因为知道美国有这种砸车的行为，所以呢，到美国之后就会更加小心。第6个我要分享的是，美国的店家都非常早关。除了在 downtown 的店家可能会开到比较晚之外呢，一般的店家几乎大概都是9点钟左右就关门了。所以晚上走在街道上，两旁根本是就是超级黑，店家都已经关门了，连想吃个麦当劳都10点钟就关门了。这个跟台湾真的超级不一样，因为台湾的店家有些都是24小时，然后平常晚上肚子饿还可以去买个宵夜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美国好像没有那种宵夜的文化。第7个我要讲的是，美国人垃圾都不分类。大家都知道台湾人真的超爱垃圾分类的，我这边放一个图，可以看一下
有多少不同种的分类方法。刚开始去美国的时候，吃完东西把全部的纸类、塑胶类全部丢到一般垃圾的时候，真是罪恶感超重，感觉就是会被什么环保小尖兵罚之类的。但是我要强调这点，我没有跟着入境随俗，就全部丢入一般垃圾，我还是有把最基本的纸类、塑胶、一般垃圾分开处理。第8个我要分享的是台湾跟美国审美观的不同。有些人对于美国的刻板印象可能会是美国人的体重都会比较重，但是我觉得刻板印象是有点不正确的，因为其实美国人的审美观跟亚洲人大部分的审美观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尤其是在女生上面，他们比较喜欢丰腴一点的女生，那台湾呢就要求一定要非常瘦，腿要非常的细细的像竹竿一样才算美。而且在美国，不管你是高矮胖瘦，他们都不会因为你的身材啊或是外表而 judge 你。那这一点就可以延伸我下一个第9个要讲的，就是呢，美国人非常的做自己。我觉得台湾人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呢，就是很避俗，做事情呢都比较害羞，也不太敢勇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在美国，不管是对于自己的想法，或是身上穿的衣着，或是感情上面，都会比较主动，就是非常勇敢做自己。他们想穿什么，头发想用成什么颜色，他们都不会很在意别人的眼光。那我觉得这一点呢，在亚洲部分国家是比较难做到的事，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文化上的差异的。那我也在慢慢的适应当中。第10个我要讲的呢，跟第9个有点像，就是表达自我，勇敢发言。像是在上课当中呢，举手发问就是一件非常频繁的事。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是有任何问题，大家几乎都会直接举手发言，直接问老师。比较少会有像台湾上课发生的事，就是老师讲完一串，然后呢发现自己没听懂，然后就是一直问左右的同学。在美国有很多像是 group project 或是要团体讨论的活动，到那时候呢，你就一定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了。而且即使呢你不想发言，然后就坐在那边完全不讲话，也可能会被你旁边的同学 Q 说 ，Hey,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那时候就真的没得躲了。而且他们真的非常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老师可能丢出一个问题，然后有些人举手回答的时候，他们可以回答到1-2分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像是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想法，然后呢就不太敢举手发言，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要再多多学习一下。那以上就是我分享的10个美国跟台湾不同的地方。那如果呢有在国外留学的人，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有发现哪些不同的地方。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